大马队隔了12年，再一次杀到汤杯总决赛，对到了第一次报到决赛的日本队。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面为大马队加油。你觉得今天谁会赢？Malaysia 一定啊。I'm from Belgium. Which team you support today? Malaysia, of course, 100%. 日本是我觉得蛮强啦。这样你觉得马来西亚会有多少%会赢的机会？可能有53%，有88%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对马来西亚有信心。马来西亚不累。无论是理性分析，还是纯粹一股爱国的热忱，这个晚上大马人都是一条心，希望大马隊能贏球。有的人還是第一次看本屆的湯杯比賽。跟住你呢幾日有冇睇波啊？其實呢幾日我係冇睇波啊。我亦都冇諗到馬來西亞會有快咯。不過入咗快呢，就梗係要支持下咯。大家都係馬來西亞人。因為我明天要假期。如果沒有 holiday 呢？我們罷工。有的人則是一直都有捧場，說得出他最欣賞、印象最深刻的球員。那你覺得馬來西亞的 players 裡面誰的表現是最好的？我覺得最讓我意外的是張偉峰啊，張偉峰啊，哎，為什麼？他年輕，很信心打球，很有信心打球，對。欢迎收看《体坛夜总会》，你好，我是运传。那这几天呢，相信大家的话题应该都离不开汤杯吧？大家都热血沸腾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摄影棚呢就非常的热闹了。第一次呢有嘉宾来做客，而且呢都是最近非常红，大家的话题人物。我们有大马汤杯队的健儿们。这2个星期呢，我们希望呢能够邀请完10位大马汤杯的选手上我们的节目。这个星期呢，先有5位羽球名将呢来到现场。这个环节呢，先有3位单打好手上场哦。我们呢有大马第2男单张维峰来给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维峰。那这一次呢，维峰在汤杯的表现呢是非常的出色啦哈。当然，我们还有大马的第3单打，也是 Captain Malaysia 刘国伦。给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国伦。还有，当然我们还有大马的第4单打吴顺发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顺发。那欢迎我们汤杯队的单打选手们呢，来到我们体坛夜总会的摄影棚了哈。那大马队呢，在这个星期呢是打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了哈。那虽然最后我们是很遗憾、很可惜拿了亚军，但是呢，总体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哈。那你们3位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呢？维峰？其实我们一回国，大家都还蛮难过了，很失望了，因为就感觉到冠军跟我们擦肩而过这样。因为大家都。这10天里面都已经尽最大努力去比赛，但是还是就差那一点点，所以还是蛮失望的了。那国伦呢？我其实回到来看到很多人来支持我们，然后心情还好了，因为当时输了球，其实是也很伤心。这样顺发，心情失落，但是已经隔了4天了嘛，回来4天了，大家现在 OK 一点没有？会比较好一点啦，因为毕竟离开了伤心地，回到自己的国家，然后在机场也看到很多球迷都在那边迎接我们回来了，所以多多少少会安慰我们一些。那讲到维峰，其实维峰这次你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你打6场呢就赢了5场比赛，这样你对这样的汤杯成绩你满意吗？我自己还蛮满意的啦，因为毕竟是第一次比赛，第一次打这个汤杯，然后从第1场开始没什么信心去应战，然后没想到1场越打越有信心了，所以。但是最可惜是最后1场那个我赢不到了。那对了，这样最后1场你遇到这个日本的这个选手桃田贤斗哈，那这个人物呢就被媒体评为是小林丹了，这样他是相当的厉害了啦。那你了解这个对手吗？比赛之前？之前我跟他交手过1次了，但是当时是我获胜了，但是都打了3局，而且第3局也是加分才获胜了。但是那已经是2、3年前的事情，
然后之后他也进步得很快了，拿了世青赛的冠军之类的。这样教练在战术上呢，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指导吗？战术上会啦，下场之前教练都会跟我们说，但是当天的情况我们都知道，说是一场决赛，然后那种情况压力各方面，所以战术上基本上没什么帮助到了，都是在临场的发挥这样子。那其实我们呢就有剪接了一些画面，那这个时间呢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微风比赛的画面。 Will that make a difference? Yes, it will. It's very difficult to play like this. Missed 7 straight points. Chong Wei Feng from 4-10 down has the advantage at the mid-game interval. 那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啊，看你跟教练郑瑞木啊，你们之间的对话好像是相当的这个激烈啊。你还记得你们当时是在讲些什么吗？不是很记得。OK，那这样子 OK， 这场比赛你是很遗憾就输了嘛？但输了之后呢，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、很自责？多多少少都会啦，因为自己怎么说？ 发挥的不是很好那一天，然后其实整个队都对这一分也是蛮重要的。我们第一双跟我的第2单都蛮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要赢日本，我们自己都清楚说这2分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很可惜是2分我们都丢了，所以就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队了这样子。这样子是不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呢？你输了这场球之外？ 其实还没有开始之前都是一场50-50的球了，但是只是失望是在自己的表现方面的。这样子，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顺发了。那顺发哈，我知道你跟这个微风呢，你们在这个国家队呢是室友嘛哈？你们在印度的时候有没有住在一起，同一个房？没有。这样子，我问你哈，这个微风他输球之后，他有没有很难过？他输球的时候，我没有这样担心啊，因为。 我从第一场他打的时候，我看他打都对他蛮有信心，因为我看他打越来越自己越有信心，都蛮对就。OK， 这样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最直接，他有没有哭？啊？他输球了有没有哭？他哭啊，在房间哭，我看不到。这样你有没有安慰他？这样你有没有安慰他？没有。没有安慰他。 然后就放生了，很坚强了。不错。这样国伦呢，你上场的时候呢，你的压力呢肯定是比微风还要大了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比分是2-2嘛。那第3单打就是最后一场了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先一起来看一看国伦出场的气势。22 years since they last won the Thomas Cup for Japan. This their first ever Thomas Cup final. Look at the expression on you. 那坦白说哈，看你出场的时候呢，我们呢是觉得你是比那个日本仔哈还要有信心的嘞，摆出了一个很酷的表情，这样哈，是因为你紧张，还是想要给这个对手一个下马威？其实是我自己很压力啦，因为这个是所以你说这2平嘛，然后胜输是靠我这一分嘛，然后所以其实我是很压力了，不是我，如果是我是不压力的话，我也没有这么认真的样子。这样你的对手呢是上田拓马，而不是那个半决赛排出来的选手佐佐木翔马。这样你没有想过你会是对到他，还是而且他曾经还是你的手下败将嘞？其实我没有想到会对到他，因为还有一个是比较老嘛，比较有经验嘛，所以我也希望打到他，因为之前3次也是我胜嘛，然后他一换的那个我也是有一点惊讶了，然后但是我也有准备打他了，其实。当你对到这个上田拓马的时候，他有什么比较难打的地方？比较难打可能是。他一开场，他都很主动嘛，打到，因为他一直攻，他做很多攻，所以打到我也是第一场打到不是很好，因为我比较压力嘛，然后很多自己简单的失误。那这个时间呢，我们一起来
这个时间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国伦在比赛时的一些表情哈，还有大马对其他朋友的表情。Ueda, and look at the reaction. It looks all is extended this to a decider. Darren, because just the previous rally, he missed the same shot. Yeah. Shot, and now Japan 2 points away from. Oh, that could be a match change. I think Darren was covering it well, but he had the chance to create history. Liu Darren. He did. 那看国伦比赛呢，简直是比坐过山车呢还要刺激啊！那李宗伟呢，整个人都在那边激动的抓头了。然后我们的部长凯里呢，他也相当的激动哦，从这个观众席呢是跑到球员席，还在那边摇醒人家哈。那他们的加油声呢，有没有让你更加的有动力呢？国伦？当然有咯，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啊，因为这场球自己也很压力啊，然后有支持会比较更加好了。虽然这个比赛输了哈，但是第二天就看报道说哈，就是你有带伤上阵，你受伤了吗？没有，其实没有带伤上阵啊，之前的伤已经好完了，其实。原来就是国伦其实是没有带伤上阵的哈。有一张照片呢，其实是在报章啊，在网上都很红啊，你上了各报头条嘛，就是凯里安慰你啊，他当时是跟你说了些什么话呢？就是画面中大家看到的这张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跟我讲，你不用紧了，输了不用紧，因为你也是尽力吧，你做得很好。他说，真的，你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了。那孙凡哈，想问一下哈，那一场你对韩国嘛，也是你唯一一场下场的表现，这个比赛，其实你的表现呢是可圈可点的。第一局呢是差一点点呢就赢了哈，之后就被他逆转，很可惜啊。你是不是输在可能经验不足方面上？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大赛。对，因为参加大赛就，我的 team 已经赢了这样子，所以我下场的时候也是没有这样大压力，就放全力去打。但是我在第一场的时候也打得还蛮不错，然后到中间的时候球路改变了一点，就变到没有这样主动去。所以是他们战术运用方面啦，影响到。好的，再一次呢，谢谢3位呢上来做客哈，希望呢以后再有这样的机会。那今天除了我身边3位大帅哥之外呢，还有另外2个队员呢会在下个环节出现，会是谁呢？不要走开，广告后就把他们给请出来。 体坛夜总会的摄影棚，那今天呢，我们非常的荣幸，请到我们的汤杯亚军的健儿们，他们呢是星期一呢刚刚从印度回国，那今天呢就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见面啦。那上个环节呢，我们就有男单选手张维峰、刘国伦还有吴顺发。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2位高大威猛的帅哥哈，我们的第一男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文宏。 大家好，我是尹天豪，欢迎欢迎。那比赛呢已经结束几天了，那你们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有没有比较平复一些了？比较平复啊，但是还是很难入睡啊，还是在想我们输那场球，觉得很遗憾。为什么很遗憾呢？我觉得我在第1局打得很好，在第2局的时候就打得比较差，可能是心态问题吧，心态。 就觉得后面就还有队友就可能就比较放松一点，所以就把比赛输掉了，觉得很遗憾。因为你们第一场的时候是21比12，看起来是蛮轻松的哈。然后之后再连丢2局，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？天豪。因为第1局可能对方，因为我们都是新配嘛，可能对方还没有熟悉我们的打法。 我们可以从那边可以压制他们。让他们是不是比你们想象中来的更加厉害一些？其实还没下场之前，我很充满信心可以打败他们，只是在
第2局的时候，可能想法出现了一个问题。不过呢，其实你们也是非常厉害了哈，尤其是天豪哈，怎么说呢？现在很多媒体呢都用洪金宝来叫你呢，当然是讲的是你的身手很好哈。这样你会介意大家这样子来叫你吗？不介意啦，因为全部可能这个是一个外号啦。大家对你更加印象深刻，更加容易记得住你啊。可能。这样我们来看过这个比赛的录像后，你们在比赛的时候呢，你们会紧张吗？整场比赛？当然会紧张，但是在场上我们身为双打球员就要互相鼓励我们的陪partner。那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些画面哈。我们呢就在这个餐厅拍摄到这个气氛很紧张了，很多人呢都在那里为你们加油，尤其是你们挑战那个出界球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看画面。大马一哥李宗伟不愧是世界第1男单，他可是直落2局拿下日本的田儿贤一，完成了汤杯之旅的6连胜，现场的球迷更是激动万分。之后就是大马第1双打陈文宏和云天豪上场了。这对组合在半决赛对到印尼的时候表现神勇，可惜遇到日本的组合早川贤一和运童大游先胜后衰，拿下1局之后再失2局，最终无法顺利拿下1分。Good serve, yeah, very good serve. Well, there's a challenge from Tan Byung-hyung. I think it's in. I thought it was in. I think it's going to be a wasted challenge. Yeah, it's in. 决赛对上排名第3的男双哈，可惜啦，差那么一点点哈，你们就赢了。那其实呢，很多大马人呢都有看过你们2个打球哈，但是呢，你们搭档打球还是第1次。那其实我们知道你们是在10年前就搭档了，这样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就拿下了这个世界青年赛的冠军嘛。这样你为什么教练10年之后呢，又再一次把你们给凑在一起？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有拆开来训练吧。然后还有前几年我们在苏黎曼杯的时候，我们2个配对，我们打胜了那个韩国的李龙大和郑在成，所以我们在团体赛的表现蛮不错，所以教练就让我们下场吧。天豪这样子哦，将久以来啊，就是很久没有跟他搭档，又再次跟他搭档之后呢，你们默契还蛮好的。这样我问你，这10年来他有些什么改变吗？可能信心那边稍微有改变啦。然后他以前比较没有信心的咩？可能我们久没有绑在一起啊，可能思想放开啊。可能信心也充满。这样其实你们当时这个搭档哦打球啊还蛮好的，那为什么之后没有继续配下去呢？那10年前？因为世青赛过后，我就开始被关注，就是说接下来我可能会跟古建杰搭档，然后那时候陈忠明他的爸爸就去世吧，然后我就开始陪古建杰去日本公开赛打，然后我们第1次打就进决赛了，然后教练觉得我们很有前途，然后就让我们继续搭档。那其实文宏啊，你这一次去印度之前呢，教练就安排好你之前的这个拍档了吗？还是去到那边临时才把把你跟天豪在一起啊，或者是你跟伟生在一起这样子？其实，在训练的时候，我跟谁都有搭档在一起训练，然后就因为我们要下场的时候要根据世界排名的那个分数来安排的，所以我跟云天豪还是陈伟强搭档会在第1双打。所以教练就让我配云天豪下场啊。但你们2个表现得非常的棒。那刚刚我们讲了哈，你们对上世界排名第3的日本组合是输了嘛？但是你们在半决赛的时候，你们对到世界排名第
1的印尼的时候呢，赢嘞，闯进决赛的，而且有一球哇，很多人呢都在网上狂传啊，就是疯传啊，一直在上面谈论的，因为你救球很美啊，就是胯下救球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回来给你看画面。 Indonesia. And here he comes now. He got it back. Went back. Look at this. Oh. Between the legs. And it was a 那文宏的表现呢是非常的兴奋啦。那像你这种接球方法，就胯下接球方法，你之前是有练过吗？还是当时的一些本能反应？在训练的时候，偶尔有时间的时候就玩玩吧。这种技术是不能练啊，就是说可能天生会有这种技术。然后因为那个分数也是20比19，但是虽然球在前面很高，但是我还是坚持不放弃，因为球还没跌到地上，那个分数是。 那个球赛还在走着的。那场比赛表现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哈。那天豪啊，你们对你们2个人呢，这个防守哦，我发现是非常的强的。这样对方呢，经常都是杀不死你们的。就是你们是怎么样练的？平时可能教练开多球啊，我们练防守咯，然后有时就3个进攻2个啊。 有时4个进攻2个这样。会不会好像站在楼梯上，然后这样子 smash 你们，然后你们接球？教练开多球的时候会有啦，他站比较高，因为有时还要给我们接吊球，然后才给我们回来防守。那其实呢，我发现到哈，你们大部分打球的时候呢是比较少讲话的，但是关键的时候哈，你们有时就会讲很多。你们是不是在讨论一些战术呢？我们呢就剪了几个镜头，大家一起来看看。Coaches really have to assess the situation because would Malaysia not win this one? I think Danes back a little bit more, and they've been weathering some of those. 那天豪啊，刚才看到文宏哦，他好像在那边对你碎碎念这样子哦，他在念你些什么？他因为有可能有时我打的可能令到他辛苦啊，还是可能我出那个球可能令到他不舒服，可能他会告诉我跟我讲那个战术啊，还是叫我不要出这样的球可能弄到他比较辛苦。那文宏，如果你们场上意见不合的时候，你们通常都是怎样听谁的比较多？都是听我比较多了，因为如果打双打，如果2个都要做头就比较麻烦，因为双打只有一个可以带头的，所以我身为一个带头的，我必须要看得比较清楚，在比赛的时候。 然后有什么意见要告诉他，要提醒他。这样你们在下一次的这个比赛是什么时候？你们会不会还在一起搭档的？我们还是会在一起搭档，可能是在Australia Open 吧。澳洲公开赛的时候。希望呢你们2个会有更好的成绩啦。那再一次谢谢大家呢抽空来到我们体坛夜总会做客啦。下个星期4晚上10点钟呢，我们还有另外一组汤杯选手呢会上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聊天的，敬请期待。